德国外长对中国发出核威胁，美国智库撺掇着对中国小规模开战，而澳大利亚这会儿还在和法国没完。这一场大戏的锣鼓听着实在有点乱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早上起来看新闻呢，看了一遍，有点绷不住笑了。反正这种事儿呢，一般都是我自己先笑够了，然后再动手写稿子。其中一条新闻呢，是德国新外长，就是那个女的嘛，德国绿党那个党魁，讲话的时候说要威胁中俄，而且说威胁的方式是要求对中俄挥舞核武器、核大棒。一个无核国家，自个儿没有核武器，仗着自己是北约成员国，就敢吓唬这两个核大国，在我们看来，这个德国外长的话就是奇谈怪论。但是在德国新总理看来，这位绿党身份的外交部长，那就是拿着舆论核武器在炸这位总理啊！谁都知道，不仅德国没有本事对中国使用核武器，美国现在也不敢对中国主动使用核武器。那么这个绿党党魁说这事儿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有意义，就是要制造一个强烈对抗气氛，让中国和德国的新政府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。德国新总理舒尔茨，你不是想维持跟中国的关系吗？那好，我绿党就是要从中破坏。反正外交部长说的话，你总理不可能什么责任都不负，肯定有连带责任。你要负责，那我绿党正好拆你总理的台，就盼着挑事儿之后，中国、德国政府打起来，那么绿党的反华态度就可以更落实。而且你还拿我不好办，你真想跟我翻脸，把我外交部长给我撤了，没关系，绿党拉着自由党退出联盟，你社民党的这个席位不够一半，你得重新组阁，重新大选。所以德国这位绿党外交部长装疯卖傻，那就是演戏。另外呢，就是美国前任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叫科伯吉，在其新书拒止战略中提出，美国应该准备对中国发动一场有限战争，将印太地区的动荡降至最低程度。这个呢，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逻辑，和中国发生战争如何做到有限？而且中美之间要是能打起来，动荡只能最高，怎么可能最低？一个国防部助理的副部长怎么可能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？其实呢，有美国的独立调查媒体解释过，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表演性质的。然后我找了一下在美国的朋友，就是人民大学学国际关系的我的师姐，结果我的师姐告诉我说，美国这些退休官员离开政府部门之后，进入各类智库就是为了挣美元，有些智库呢，也就是胡吹乱砍型的，很类似国内某些野生国师扎堆的所谓智库，就是为了挣钱嘛。他们发表这些言论背后的动力就是台湾在美国大量的政治捐款。所以这么多嚷嚷着要美国保护台湾的所谓智库，无非就是有了资金来源之后，明知不可为而鼓吹，仍然是演戏。真遇到利益冲突了，很多戏就演不下去了。所以最近澳大利亚跟法国之间问题还是不断。上次因为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的潜艇交易，导致两国关系不好嘛。莫里森后来居然还敢私自的公开电话、短信记录，给法国人难堪。最新的消息是，澳大利亚宣布要放弃欧洲直升机，只买美国的黑鹰，理由是这些欧洲直升机质量有问题。但是这40多架直升机当初买的时候可就是替代黑鹰的呀，其中40多架是在澳大利亚本土组装的，只有4架是在法国原装。所以这回是澳大利亚又一次用自己的问题试图打法国的脸。表面上拜登为了修复跟法国的关系，和马克龙说了堆好话，双方呢表示了维持关系极其重要，好像事儿就翻篇了。但是欧洲被美国这么欺负一轮，这口气法国恐怕也不能这么简单的咽下去。所以在北京冬奥会这件事情上，法国表示要派官员参加，就是要最大限度防止政治介入体育。真是要防止政治介入体育吗？恐怕法国人说这话也是要跟五眼联盟唱一次对台戏。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些什么呢？是这些国家内部还有这些盟友之间有太多的乌七八糟的各种纷争、各种表演。虽然很多纷争和表演里边会扯到中国，但是本质上仍然是内部矛盾的对外体现。对于这样的表现，我们旁观不参与，有时候更有利于这些矛盾留在他们自己人中间。好，面对外界各种纷纷扰扰的针对中国的声音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安安稳稳的看戏？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